大家好，欢迎光临露天电影院，我是吉利波。今天继续来聊1923的新一集。上一集我们讲到唐纳德发现了滑雪这个新东西，于是脑洞大开要做旅游。这一集唐纳德就迫不及待地邀请来各路富豪，开始推销自己的新的商业项目——旅游业。他认为比起矿业，旅游业才是未来最好挣钱的商业模式。矿产会被采光，而人对新鲜刺激的追求永不会枯竭。而且蒙大拿有着特殊的自然风光和粗犷的野生环境，这是发展旅游业得天独厚的资源。提起所有人的兴趣后，他开始详细介绍自己的计划，要修机场、修公路，然后就是包含滑雪、雪橇等冰上项目的雪地度假村。经过这一番营销，这个雪地度假村计划以每股10万美金的价格，一下子就众筹到一笔可观的项目资金，这令班纳吃惊不已。同时他不安地提醒老板，那块地的核心地段就是达顿家的牧场，这老头子可不好对付。唐纳德表示，现在是时候组建一支军队，发起战争了。班纳回到家，灌了杯酒，就问妻子，如果可以让孩子将来名牌大学随便挑，家里有女佣做家务，住豪宅，子孙后代都不必再风餐露宿辛苦劳作，而是可以过上世代吃穿不愁的生活，但这一切的代价是让别人穷困潦倒，家破人亡，这种交换是否会良心不安？没想到妻子坚决地说，良心在贫穷面前根本不值一提，要做就要斩草除根，永绝后患。这令班纳本来还有些犹豫的心瞬间强硬起来。比起富裕和幸福的生活，牺牲别人有何不可？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，弱肉强食的规则。说干就干，班纳马上召集好几个愿意拼命的兄弟。唐纳德希望班纳不要重蹈上一次失败的覆辙，要做就要做得彻底。他告诉班纳，在蒙大拿和怀俄明之间有一块无主之地，这一块只属于联邦政府的地区，刚好是一个法律空白，不论在哪里杀了人，丢在这块地上都不会受到法律的追究。这等于给班纳吃了一颗定心丸。就在这时，妓女忽然进来说她失手杀了另一个，于是这个抛尸的脏活就安排给了班纳，顺便让他拿着地图去踩踩点。在老达顿家，祖孙俩做了一个简易的固定工具，赞恩的手术就算一切就绪了。卡拉奶奶叫走了执意要陪伴赞恩的妻子，老雅各布和杰克做助手。医生用最原始的药剂麻醉了赞恩，然后在他的头顶开了个洞。没想到赞恩忽然就醒来，惨叫声吓坏了楼上的伊丽莎白。医生镇定地继续手术，血腥的场面让杰克作呕。终于，医生取出了积血和压迫大脑的血块，简单的包扎后，赞恩奇迹般地站了起来。杰克大赞医生的手艺精湛，医生却颤抖着闷了一大口酒压惊。赞恩奇迹般地走到妻子面前，两人拥抱着，庆幸劫后余生。但卡拉奶奶看到孙儿正落寞地独自在雪地里散步，她告诉丈夫，伊丽莎白要离开了，自己劝了也没劝住。老雅各布决定自己去找女孩聊聊。一进门，老雅各布就看到了整理好的行李。他理解女孩的选择，表示如果是自己也会想和女孩一起逃离几个月。说起杰克，这小子之所以不愿意离开，并不是不爱妻子，而是因为现在达顿家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寒冬，而是一场保护家园土地的战争，所以他无论有多爱妻子，都不会选择临阵脱逃，他必须留下来战斗。说到这儿，女孩开始体会到杰克的不容易和自己的软弱。这时卡拉奶奶拿着针进来，伊丽莎白鼓起勇气决定自己打针，但疼痛依然让她难以忍受。卡拉奶奶觉得打了那么多针了，依然这么疼，似乎不太对头，于是去找来医生。没想到转头间就得到一个好消息，伊丽莎白怀孕了。这对经历过流产的伊丽莎白来说简直是天大的好消息，对卡拉奶奶和达顿家来说更是一个久违的喜事儿。老雅各布在门廊看到一对小年轻和好如初，倍感欣慰，得意地告诉卡拉，自己还是很了解女人的。卡拉奶奶忍不住告诉他，事实上正因为他对女人一窍不通，自己才会一直留在他身边。这令老雅各布认为卡拉奶奶是在酸，但马上孙子就高声地宣布了好消息，这令老雅各布又高兴又尴尬，这打脸也来得太快了一点了。亚历克斯在车站的洗手间被抢劫了，虽然他奋力搏斗，但还是不敌对方。被抢走了所有的钱和值钱的物品，
包括好友送的手表。因为他的反抗还遭到了一场暴揍。这场突如其来的厄运让他差点错过了那趟列车，一旦错过，他将再也没有买一张新车票的钱了。于是亚历克斯脱掉鞋，疯狂地追赶。拼了命地跳上火车，像个疯女人一样衣冠不整、满脸淤青地站在一众惊讶的乘客面前。他努力保持镇静，来到自己的车厢，轰开吵闹的孩子，爬上自己的床铺。这时，所有的委屈和恐惧才扑面而来。泰纳和父亲如约帮着牛仔们把牛从谷底赶了出来。古奈特先生大为赞赏，并邀请他们一起去吃顿工作餐。简易餐厅搭建在一座牛仔竞技场外，吃了饭的泰纳好奇地跑进牛仔竞技场里参观，没想到却在里面发现了画有自己画像的通缉令。这时父亲也匆匆赶来了，带着慌张的泰纳一起离开。斯宾塞失去了车子和搭档后，开始独自步行。路上驶来一辆警车，警长对斯宾塞一通查问后，提出亲自把他送到火车站，态度坚决。斯宾塞似乎没得选，登上了这辆警车。车一开动，后面就又跟上了一辆。这时警长才亮了底牌，原来意大利小子临死还是把斯宾塞拖下了水。警长已经知道斯宾塞就是同伙，要求他继续把酒送到，只是这一次还要随车带上几个警察。警长以起诉他运私酒为威胁，斯宾塞没得选，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干这趟脏活。很快他们来到了城镇，并且找到了接货地点。停下车，接头人就发现斯宾塞身边不是意大利小子，两边一言不合就开始枪战。斯宾塞趁乱逃跑，路上还救了一个被游街的妓女，然后一路狂奔来到火车站，拼命跳上一辆开往北方的火车，成功甩掉了警察。但车厢里的几个流浪汉投来不善的目光，让斯宾塞意识到这是刚出虎穴又入狼窝。果然，刚坐下，对方就开始打劫，要求斯宾塞有粮交粮，没粮交钱。斯宾塞拔出枪，表示钱粮都没有，子弹倒是很富裕。对方也不怵，撂下话，就不信斯宾塞没有困的时候。于是双方就开启了一场瞪眼大赛。经历了一天一夜的对视后，斯宾塞终于熬不住了。就在他刚刚打个盹的时间，三个人就扑了上来。斯宾塞猛地惊醒，很快就崩了两个，打晕一个。这杀了人的火车也不能再待了，斯宾塞只能跳车，再次开启了徒步回家之路。故事就讲到这儿。这一集里，唐纳德和班纳生动演绎了人性在利益面前的脆弱和冷酷。为了追求财富和地位，他们不惜牺牲他人。班纳妻子更是将这种冷酷推向极致。我本来以为他会是一个善良的人，没想到他比班纳还狠绝，让人不寒而栗。确实像极了现实社会中某些人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残酷真相，同时也衬托出达顿家的坚守与抗争。面对威胁时，依然坚守家族的责任感和对传统的珍视，坚持善良和富有同情心的珍贵品质。亚历克斯和斯宾塞依然在继续着充满冒险与挣扎的漫漫回家路，他俩都快变成一段刺激的公路片了，让人深刻地感受到在混乱和陌生的环境中，一个人的生存往往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智慧，实在看得人太揪心了。本集的冲突并不多，但却埋下了不少悬念，感觉离激烈的冲突越来越近，所以整体看下来也并不拖沓，而且让人更加期待后面的故事。这一集暂时就聊这么多，谢谢大家的耐心观赏。喜欢我们的朋友请点赞关注，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。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Yeah. What they done to all of us.